烛火燃尽那昨日的约，你的美停笔在相遇的街，爱恨如繁花落叶，是谁眉间下的一场雪？我笑谈风月，提笔将往事写，你是我人未解开的心结，故事里面有你的那页，无人翻阅，落尘埃几叠。那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失败。所以老大这么拼命接任务，是为了获得太后一个赏赐，早日获得自由，找到打败你之人。身为暗卫之首的我，怎么能在职业生涯中留下污点？少爷，走。少爷，小心！小爷，先走，可是走。凤芝，老大，我射得准吧？准什么呀？说好了往我身上射，让我脱离尘域。你倒好，直接往他身上射。我是想制造一点真实感嘛。把你的小本本收回去，你一掏小本本准没好事。太后的任务。太后说，让凤凝婉仪容成福音公主，嫁给右相陈玉。他，我，我这刚逃脱出来，还未满1刻，怎么又要埋伏进去啊？这位身患肺疾、手无缚鸡之力的相爷，装呀？你怎么不装了？我听来人走路声响，软弱无力，可我相府中并没有如此无用之人。我想，定是欧阳大夫，我自然没有再装模作样的必要了。看你刚刚遇刺的份上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不过我说你可真行啊，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，你还能忍住不显露身手？这要是换成我可不行。要我帮你打听一下，这回又是哪位仇家吗？想要杀我的人何止1、2位，至少太后安插在我身边的那个侍卫死了，我也算就此摆脱了太后的监视。哼，你真以为你摆脱了？最新情报，太后要让你娶那位娇生惯养的福音公主。我不嫁。
我堂堂一个福音公主，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做不了主吗？我不管，我不嫁。福音公主不肯嫁给右相陈玉，此事本宫甚是担心。凤凝婉，你是本宫暗卫之首，又唯有你修得千面玲珑功，本宫要你以福音公主的身份嫁入相府。是。他。看什么看？老大，你不会真为了一个任务就以身相许吧？这是天下第一迷药山茄散，只要将它放进陈玉的酒中。学习了，学习了。公主，来了，快走！我的千面玲珑功只能保持6个时辰，现在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，得抓紧了。相爷请进。大哥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快掀盖头啊，我好进行下个流程呢。公主，哎，这流程不对啊！公主，我们喝一杯合卺酒吧。交杯。哎呀，相爷，你的酒洒了，我再重新帮你倒一杯。还好老娘谨慎，药多备了一份。想给我下药，这福音公主有问题。我的山茄散，公主，完了！今日陈某身体不适，若是你不介意的话，这合卺酒，我们改日再喝吧。糟了，时辰到了。对了，差点忘记掀公主的盖头了。哎呀，我那个肚子有点疼，不好意思，相爷，你先别等我了啊。准备千面玲珑功需要耗费半个时辰，还好我冰雪聪明。睡着了。公主去了好久，陈某差点就睡着了。相爷，不是说不用等了吗？今日是你我大婚之夜，陈某岂能独睡？公主，请。完了完了！哎，相爷，你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们是不是暂且……什么情况？你再过来，我就一拳打晕你！公主，差
陈某今日身体不便，暂时无法行周公之礼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正好我这几日身子也不太爽利，这不巧了吗？新婚之夜，如若分房而睡，却也不大妥当。哦，我懂了，打地铺，我帮你啊。好了，请吧。福音公主向来娇贵，怎会主动帮我？有劳公主了。没事，你睡吧，我也睡了啊。老大，来任务了。什么任务啊？太后吩咐老大，让凤凝婉为陈玉生下长子，否则杀无赦。老大，来任务了。什么任务啊？太后吩咐老大，让凤凝婉为陈玉生下长子，否则杀无赦。太后真这么说的？真的？你再翻翻。都翻过了，一字不差。真的一字不差？让凤凝婉好生拉拢陈玉，实在别无他法，就生个长子吧。遵命，让陈玉生。太后让凤凝婉生孩子，千真万确。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我不能生，那老大，你不能生？你才不能生！我是不愿意生。我不愿意生，那我就给他找个愿意生的。这位公子长得真是面目清秀，还挺结实。这小鼻子小脸长得，花魁我甚是喜欢，相一个吧。切，文弱书生，相一个吧。公子，人呢？藏哪儿了？公子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公子，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公子，你讨厌！糟了！你是何人？怎么，刚过了新婚之夜，就不记得本公主了？早就听闻右相陈玉温文尔雅，是正人君子。前一夜你更是如此贴心与我分床而睡，今早又是为我掷出卧房。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真的正人君子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所以我才安排了此戏。不过幸好，夏夜过关了。等下，公主，从闻之婚讯起，陈某便对公主誓死不二，一寸丹心，从未有过僭越之心。
更未有过私通之举。体贴入微，是陈某的一片赤诚，可公主却对陈某无端猜忌，粗莽试探。公主，你终于让陈某体会到何为肝肠寸断。肝肠寸断，也太夸张了吧！姑娘，我看你这相公可能有致命的毛病。什么毛病？你可知一个男人如何能做到不近女色？因为啊，他不行。去吧。公主驾到！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千千岁！公主千岁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本公主听闻欧阳大夫是在世华佗，所以特地来讨几副药。不敢当。公主跪体抱恙，小民自当。不是我，是我夫君。啊？那咱楼上聊。啊，请。你没听错，本公主就是来给陈宇买合欢散的。合欢散没错，就是合欢散。你磨叽半天到底有没有啊？这公主莫急啊，不是小民不给，只是小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啊。就是他不行呀。不行。陈宇不行，解释那么多遍了，你到底听不听得懂啊？我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不过这药也分上药、中药、下药，这不同的药用法不同，药效也不同。这不知道相爷需要的又是哪种啊？我要最烈的，药效最强的那种。来2箱。两箱？有。听说没？来，公主去欧阳先生的医馆里给相爷买合欢散了。真的？真的？难道我们相爷也有那个问题？有可能。当时我那医馆外边有那么多人在等我看病，结果他歘的一下就冲进来，不由分说的就逼着我开药啊！你说我一个救死扶伤的天下第一神医，我……所以你开了？开了，不开他不走啊！我得整整2箱药材呢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开的那些吧都是普通补药。因为相爷，我相信你是能行的。欧阳，我觉得这个公主有古怪，你去调查一下。这福音公主不就是太后的人吗？这还要调查什么？啊，是不是她切了你的短，你就嫉恶如仇，准备报复呀？我行。哎，你行，你当然行。相爷无需多言，我这就去调查。老大，陈玉的宵夜我给偷过来了，来的正好。这汤都变成粥了，又不让你喝，他喝下去就行。哦，对了，花魁已就位，那府上的家丁侍卫，打晕的打晕，支走的支走，一个不留。优秀。你尝尝。你怎么不尝？相爷，我来给你送宵夜了。
是我亲自给你熬的红豆粥，尝尝吧。公主对我甚好，那是当然。既然这么想要，我倒要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。相爷，快喝吧。那相爷，你继续看书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公主，我突然感觉我胸口一阵燥热。果然是特效药。相爷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叫人啊。居然脸红成这样。陈玉，陈玉，陈玉，你怎么了？陈玉，怎么那么久啊？真是。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这是大我出场了？陈玉，我来了！你醒醒啊，陈玉！相爷，陈玉，哎妈，这还需要我不？相爷怎么了？他晕倒了。这身子骨可真不行啊！凤芝，你快去叫人把他送到医馆去。老大，那个打晕的打晕，支走的支走。那你现在去找，找到了在路上接应我。好。陈玉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真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你千万别有事。这才会这么远，我快不行了。这样捉弄的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公主，陈玉，你醒了。公主，你将我放下来吧。陈玉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对不起。本公主，公主，我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得亏你没事，我任务还没完成。你到底是谁？这相爷的突然昏厥，是因为大量的服用强效的营养粉导致的，气血的骤然失衡啊！对，那你这药有问题啊？药倒没有问题，我就是没有想到相爷这么不行。那欧阳大夫，你看看给相爷再开几副药，他这么不行下去也不行啊。现在已是丑时了，要不然先让相爷好好休息。丑时？糟了，已经丑时了，我的千面玲珑功马上就要失效了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开路。欧阳大夫，
你看相爷刚刚醒来，也不适宜再折腾了，不如今天就让他留宿在此处。要是有什么事，欧阳大夫也好及时诊治，是不是？这是想走？公主，我口渴。我给你们倒。哎呀，这壶里没水了，我去打啊。不必，我这还有一壶，满的，给你。我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这个水凉了，我得去烧。不必，我这有炉子，我给你烧。哎，我谢谢你全家。公主，我就想让你陪陪我。不行不行，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得赶紧离开才是。相爷，我一路上背着你，着实有些疲惫了，我想先回相府了。公主说的是，若是疲惫了，便不用费力回府了，不如与我一同在欧阳这儿借住。欧阳，还得劳烦你将后院收拾出来，被褥要丝绸的，火炉要架好。我与公主今夜就此叨扰了。没问题，这公主就安心在我这住下吧。我这可是全城最好的医馆，这王侯将相生病了都到我这住。哎，小民尽当好生伺候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再耗下去了。相爷，既然要在此留宿，那我先去洗漱一下。公主，我陪你。相爷身体太弱，我怕你掉井里。公主身体太疲惫，我怕你走不稳。相爷，我突然头有些晕，我去找欧阳大夫。床铺收拾好了，二位可以入住。还没完全收拾好，我再收拾收拾。傅宁婉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相爷，看样子已经好了，我正常也不晕了，我先去休息休息。哎，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公主，人呢？出去了。这个府尹绝对有大问题。相爷，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啊？凤芝，你有没有觉得陈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？没有吧？就感觉他整天都在看书，还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不对，陈玉，他好像会武功。我有什么方法，既可以不引起他怀疑，又能试探他到底会不会武功呢？习武之人的身体一般不都很健硕？可我也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去扒了他衣服看吧，这不成耍流氓了吗？那如果不是光天化日呢？你们不是夫妻吗？你是说？你是说，福音公主身上有一处胎记？对啊，就在左胸处啊。左，就在锁骨以下，我都画下来了，就在这儿。看来有些事情不得不办了。
相爷今日身体可好？托公主的福，有好，也有坏。我房间太冷，漏雨。太冷？今日不冷。有下雨吗？哦，房间漏雨确实不太好解决，不如公主今夜来我房间同住，同榻而眠也可，共同取暖，如何？公主今夜来我房间同住，同榻而眠也可，共同取暖，如何？相爷所言甚是，我们晚上见。好。你还没睡？今夜可能不会下雨了，我换床不习惯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个陈玉不会喜欢我吧？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刚想到太后这次任务是有时间限制的。你看，这里是她的原话：2个月内完成，否则杀无赦。这半个月都过去了，你怎么才告诉我呀？我这不是记错地方了吗？凤芝，我错了，老大。但为了你的自由，我必须告诉你啊，虽然不是很及时。菩萨呀菩萨，有这样的猪队友，我还能有自由吗？老大，我还有一事禀告。你要是再记错任务，不是，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陈玉在庭院里和一白衣女子交谈甚欢。是吗？嗯，我去看看。老大，根据我多年暗卫经验，他们如此般配，关系肯定不简单。般配吗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陈玉哥哥，你就让我住下吧。这些日子我天天以泪洗面，每晚彻夜难眠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？白莲，你也知道我与福云公主刚成婚，现在把你送入府中，
会引起诸多不便，还会让福音公主生出猜忌。可我千里迢迢来找你，可艰辛了。我一弱女子，跋山涉水，乘坐马车，风餐露宿，住在客栈，饱经风霜，秋高气爽。好，我白莲也不是不识趣的女子。既然陈玉哥哥执意不管我，我回去便是了。白莲，我就知道陈玉哥哥最疼我了。已经快50了，用完膳再走也不迟啊。陈玉哥哥，你就让我留下吧。你看看，不简单。哎，老大，加油！烧死了他！我回去，我爹不得打死我。这位妹妹，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我看你甚是投缘。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啊？白莲见过公主。公主，这位是……不用解释，我懂。妹妹，如你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在府上住下来吧。真的？姐姐一定盛情款待你。可是，妹妹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见到了你，简直就像见到了恩人一样。走。不应该薅头发吗？这是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快尝尝吧。哼，现在愿意生孩子的人有了，我得给他们创造机会才行。陈玉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对呀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啊？你放开我！公主，陈某一直对你相敬如宾，可你为何却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试探陈某？这汤中的药，是你下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就是看白莲妹子长得肤如凝脂，温婉可人。你想撮合我与白莲？我还以为陈某对公主的真心已经表达得足够清楚了。既然公主不愿意接受陈某的真心，那陈某也不便强人所难，陈某告退。不是，什么真心不真心的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这相爷和白莲姑娘好般配呀！对呀，白莲姑娘优雅脱俗，咱们相爷才高八斗，他们两个真是男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公主，哇，老大，他们还真是夫唱妇随呀！那么般配，怎么不快点喜结连理？刚好，
我要完成我的任务。老大，你真要这么布置啊？整得跟上吊似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这叫盛起余芬，还有韵，夜阑平点照花灯。重点是花灯。那些话本里面都说了，要学会营造浪漫的气氛。差不多了，你去把他们叫过来。西边杨柳，你趁那无情的花舟，随波远走，走过岸头，再也不游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白莲，你来啦！哦，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。好美啊！陈玉格格，你看那花灯。像不像你有时买给我那盏？确实。说什么对我一片真心，忠贞不渝，果然都是假的。老大不好了，白莲昏倒了。昏倒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还听说，听说什么了？白莲她怀孕了，白莲她怀孕了。什么？欧阳，她怎么样了？不知白莲姑娘近日心情如何呀？不太好。在见到陈玉哥哥以前，日夜以泪洗面。那这就对了，这是情志内伤导致的气瘀，气瘀则血行不通，包脉阻滞。白莲姑娘如今身怀6甲，还需心情舒畅才好呀。天天都跟你那陈玉哥哥谈天说地，心情还不够舒畅，心机。白莲，既然木已成舟，不如听之任之。就算其他人放任不管，我陈玉也一定会负责到底。负责到底？果然，他就是孩子的生父。你就安心在府上住下，其他的事情我自会处理。这公主是怎么了？公主的心思，岂是我陈某人能读懂的？白莲姑娘如今身怀龙子，太子知道吗？龙子，他根本连我都不要了，又怎会认这个孩子？我认为，这并非太子本意，是圣上不愿他娶平民女子的。错在我不过一介草民。太子的婚事，事关江山社稷。你跟他就是一种人，张口闭口不是江山就是社稷。出去！白莲，出去！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凤芝，你去让后厨做2个下酒菜，咱们庆祝庆祝。
白莲怀了陈玉的孩子，我太开心了。老大，你这么开心，怎么眼睛里有眼泪呀？你不懂，我这是喜极而泣。这样，陈玉和白莲在你眼皮子底下好，你难道就不生气吗？我都替你生气。我不生气，我就是来完成任务的。他们俩一个窈窕淑女，一个谦谦君子，多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，是不是？可是老大，他们虽然般配，你也不用替他们这么开心吧？我不是啊，我这是替我即将完成任务、获得自由开心呢。喜极而泣的眼泪是配庆功最好的下酒菜。你快去吧，你快让我自己高兴高兴。我觉得我太开心了。如果白莲怀有身孕的事情被太后知道，一定会对太子不利。可她又执意留在相府，简直就是羊入虎口。相爷说的对啊，这白莲就是太不懂事，家事怎么能与国事匹敌呢？相爷，公主，为何还不歇息啊？睡不着，我有话想和你说清楚。殿下早些休息。相爷，我先走了。相爷，我决定原谅你了。白莲的孩子我也会视如己出。如果你还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对外宣称他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以后他叫你阿爹，叫我阿娘，我们三个还是一家人。可，公主为何要这样做？陈玉，我都已经如此大度了，你竟然还不知感恩吗？感恩？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本公主已经决定了，就这么办。凤凝丸，如今不管你是否愿意，他肚中的孩子就是你通向自由的手段，所以你必须帮助他，照顾他，就像他真是你的孩子一般。白莲姑娘，公主，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我就是自然醒了。那可不行，要想安胎，必须要保证充足的休息，你得继续睡觉。凤芝，带白莲姑娘去我房间，铺上最好的丝绸被。走你！为何要去你的房间啊？因为我的房间是相府最好的，床铺也是最大的。这是疏肝解郁的蜜子苦瓜，这是行气止痛的羊肉汤，这是健脾养心的猪心炖党参，这是补血益。笑啊！你是因为情志郁结导致的气郁，所以只要笑出来就好了。凤芝，让白莲姑娘笑。白莲姑娘，给我笑一个，笑一个，我就给你1锭银子。可是我并不想笑啊，就算你把相符给我，我也笑不出来的。哦，你不想笑？停，住手！你这样我是不会开心的。可是你确实笑了呀。智孝不作数，
不是发自内心的。内心有点难，侥幸行不行啊？简直！交给我。孔子去东方游历，见俩小孩在争论。甲孩说：“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近，中午就离人远。”乙孩说：“我认为太阳出来时离人远，中午反而离人近。”俩小孩不好吧，在那争论太阳。你说说，这俩小孩是不是，公主，笑话不好笑，你好笑。哪有人讲笑话讲到一半，自己先笑得半死的？陈宇哥哥。你没事吧？公主好身手。哼，巧合，巧合。什么？你说这福音公主是太后之前的眼线假扮的？那你之前不是说这太后眼线已经死了吗？此人功法了得，又掌握如此精妙的易容术，想要假死不难。这易容术也有高低之分。据我所知，这世间最厉害的易容术，是一种叫千面玲珑功的功法。这此功不仅可以改变相貌，甚至可以改变骨相。不过这种功法唯一的破绽，就是时间。陈宇也真是的，想道歉就直说嘛，一直拐弯抹角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福音公主对此等金贵之物本该司空见惯，你这个公主果然有问题。哎，现在才晌午，我就如此开心，真是多谢相爷啦。相爷不用送了，请回吧。相爷，你跟着我干嘛？陈某今日一天都未安排行程，可时刻陪伴着公主。可是我刚刚吃得太饱了，有些困了，想回去睡一觉。好，那陈某便陪公主去小憩，请。这怎么开始没人了？相爷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而已，你没必要一直在这儿守着。你这样我反而更不自在啊。那怎么行？公主骤寝，突然口渴如何？若是感到寒冷如何？亦若觉察苦热，又该如何？
公主，你只需安心休息，其余的事情陈某在一旁，随时能照料你。你在这儿，我怎么睡得着？相爷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天都黑了。陈某一向言出必行。这陈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喜欢我了吧？不行，傅宁婉，你可清醒一点。陈玉喜欢的可是那个白莲。相爷，这时候不早了，你……是啊，已经戌时了。我不痛了，我渴了。哎呀！让我来谈谈虚实。谁？是你？他的功夫竟如此之高。你是说他认出你来了？他认出的不是这个我，而是这个我。那他的身份果然不简单啊！欧阳，这件事你去查。好。相爷，白莲小姐有请。好，
我这就来。